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，我是你的蓝色伙伴，我是 John，我是你的橘色伙伴，我是永杰。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空跟有。什么是空呢？什么是有呢？我们先来浅尝一下空跟有的味道。好，今天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，那我们就来用言简意赅的说法呢，先来谈论一下这个话题。那之前在我的影片里面呢，很常会讲到，就是扬升跟接地。那什么是扬升？什么是接地？扬升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精神力的提升，也就是你的思想、你的意识、你思想的模式、行为，这些呢都可以帮助你的精神呢提升，这个就叫做扬升的能量。那是向上的能量，扬升。那什么是接地呢？接地大家可以想，它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能量，所以动起来跟另外一个人交流，譬如说工作啊，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交流动起来去创造的？创造物质吗？对，物质以及跑步动你的身体，身体力行的完成某些项目，这个呢都是接地。那精神它是你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不见我的思想，不会说我的思想一想呢，它马上就有物质的产生。但是你看不见的不代表就不存在，就像细菌一样，对不对？病毒你看不见代表它不存在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谬论。好，精神在扬升这个方面被你创造出来之后呢，它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，它就像无一样，就像是空一样。可是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这样。好，看一下什么是有的。有的就是物质的东西，譬如说你工作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赚钱，为了买更多的东西。那跟另外一个人交流是为了你们之间的友谊长存，那你看起来是有的，有一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所谓的有跟无。其实呢，它就是跟扬升接地一样，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再来细细的品尝这个空无跟有。空看似是空，就精神。但是当一个人精神非常的低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他的身体开始会有一些问题。对瓦解的能量吗？在精神如果开始低落，譬如说你有精神的一些疾病，你开始忧郁，你开始躁郁，你会有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，或者是说你开始睡眠很糟糕，睡眠一乱掉呢，大家身体就开始会有问题。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，特别提出来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其实精神很多时候呢，它是凌驾于在身体之上的。你先有一个思想，先有一个逻辑的想法，那才会有这个物质。那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，身体会不会带给你的精神一些影响？绝对会，绝对会。来，永杰来说一下怎么样有影响。假设我刚起床，然后我觉得好像精神没有很好，所以我行动去洗一把脸，然后就让精神好一点。我不开心，然后买一杯饮料犒赏自己，那我就很开心。那这个都是行动的力量去带动你的精神。对，那最简单的是什么？我今天身体力行的去赚钱，我有了钱，我可以更多的娱乐，或者是我可以更多的去享受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它一定是对你的精神有所提升跟帮助的。好，如果大家不认同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钱还可以干嘛？它可以买东西吃，我只要吃了，我的身体会有能量，那我的精神呢也不会受到折磨。不会因为沮丧对，不会因为挨饿然后有其他的负面的影响，对，焦虑啊，或者是不安全感，这些都是物质层面来影响非物质层面的，就是有对于空的影响。好，说到底这个辩论呢，大家都跟我走了一遍，有没有发现没有一个大于另一个？他们都是相互影响的。对，即便我刚刚说精神很多时候是凌驾于你的身体的，但是我们来回头看一下身体有没有大幅度的影响你的精神，或者是你的行动有没有大幅度影响你的精神。是的，那就是在之前也有稍微提到一下，我们不能是唯物主义，对不对？
不能单单只是唯物主义。对，我们不能单单是唯物主义，好像所有的跟身体啊、钱啊这些你碰触得到的东西呢，你才会觉得它存在。物换星移，所以连这个恒星都会陨落，何况是你买的一台车，你的很宝贵的，假设一台电脑，还有你的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永久的存在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空呢，这个精神力呢，它也更不是永久存在。你今天开心，或者是你看什么事物，你觉得愉悦，那你再过个10年、20年，你再看同样的作品，可能你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。对。那人也是很多变的，所以我们的精神呢，跟我们的这个思想呢，也可能会因为其他不同的变化、外在的环境变化而产生影响。到头来，两者都是一样重要，同时一样不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道理，那你的心念就很快的可以转变，因为你知道我不一定要如此才能到达结果，因为可能明天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，可能后天呢，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呢也会有一些变化，没有任何事情是永恒不变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呆呆的觉得说我要住在这个有上面，我要觉得我要是唯物主义的，不要觉得说他一定就是我这辈子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，我非他不可。对，当然这个例子是其中一个例子，我们有很多的执着呢，都来自我们住在了不管是空或是有之上，任何地方你选边站，都有可能会让你走到某一个极端，让你不舒服。那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样的重要，如果是一样的重要呢，我们要不偏不倚的，刚好浓鲜合度。就在我跟观音讲话的传讯的那一集里面也有提到，我们不执着于某一边，我们不要住在某一个项上面。同时之间呢，我们努力的保持在中间，我今天的精神力以及我的身体力行呢，都要去进行，不是我只有光是在家里想而已，我要动起来，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在这个三维的世界，真正的去身体力行，去达到你的目标。对，那你不要说我就是努力打拼就好了，我精神上呢就是不去想，你会显化的非常的痛苦。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只有努力打拼呢才会获得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浅谈，以上是这个空跟有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结尾，我们努力的保持在这个中间，浓鲜合度的在中道上，但是呢我们不执二，不执一二两边，我们也不执中，不要去住在中间说一定要如何一定要如何，因为什么物换星移，对不对？因为世事呢无常的变化，所以我们只要努力的去做，让结果呢自然发生。其实你会发现，所有扬升跟这个接地能量很平衡的人，他们都是人生的这个佼佼者。对，他们精神饱满，然后呢物质饱满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也就是他们把这个中道呢运用在生活当中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去细细的品味这一集，虽然很短，但是呢，所有的道理呢都在这中间。如果你可以运用这些道理在任何事物上，你就不会感觉执着，不会痛苦。因为我最近在练习，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什么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养一只兔子叫小宝嘛，我很爱它，我非常非常爱它，然后爱它爱到我想要拥有它。但是我发现我不论把它怎么抱紧，或者是我想要捏它的脸颊，还是等等的，都没有办法让我真正的拥有这一只兔子，因为它永远都是它。我太大力我会伤害到它，它会痛。那我也不可能把它摁到我的身体里面，但是我对于它的爱已经大到让我意识到我不可能真的拥有它，对，我不可能真的拥有它，而且放开手，它会是最舒服的样子。你也是，我们两个都是最舒服的样子，就是我们两个隔个1公尺就在旁边一起睡觉，这就是最美好的样子。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观察，就是假设我买新手机好了，我跟商家订了一款新手机，那他可能跟我说1个礼拜之后到货，那我在这个礼拜之内，我就会每天都很期待，然后我连上班都很愉悦这样。对，那可能当1个礼拜过后，当我拿到手机之后，我就会发现好像它其实使用起来跟上一部手机也没有任何差别，它就只是功能变多了，或者是变得更轻，那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好像在拥有更多的物品
它其实跟你原本有的物品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差别，所以我好像就比较释然。对，比较释然，不会觉得说我非得要拥有什么不可，因为其实它也只是取代你原本有的物品的其中一项功能而已。对，你本来就有被这些功能服务着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很贴近，我觉得这个是很贴近生活的分享，其实也是很棒的。其实大家在中道上要怎么样去透彻的练习，讲到底就3个字：不执着，不执着任何东西。但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欲望吧，就是拿我来说，我也是，我很想要拥有一个东西，但我拥有了好多次我想要拥有的东西之后，我慢慢的发现，好像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。是，其实很有趣的是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所以大家对，因为已经什么都有了嘛，我有一个身体，我有一部手机，大家对有的这个看法呢，已经每天都面面俱到了。对，我觉得反而在空上的练习会有执着。我要精神的提升，我要不看物质，我要忘记物质，或者是钱，甚至有人会更极端，觉得钱是肮脏的。对，这个其实都是住在空上的一个很大的现象。那就可以讲到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还是山。对，那见山是山就是一般人嘛，就是你可能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人生，那就是被决定好了，所以我看到山的时候它就是山，没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。那有些人可能有一点修行，他可能会觉得见山不是山，这个不是山，它呢就只是一切皆空，对，因缘和合而生的。所以呢这个山呢，其实我看得到它里面呢是这个矿啊土啊，它不是山。对，或者说什么这其实只是一个投影。对，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幻象，一个投影。对，好，那最高的境界呢还是回来，它就是见山是山，但是不执着于山。他看见山了 OK， 看了过了没了。他今天拥有这个东西，为什么有跟没有都无所谓，因为就不执着它，有我就这样用，没有我也这样用。对，但不代表说你就会很被动。刚刚一直都在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积极的在中道里面运行，因为我们要积极的时候会有两股的平衡。那我看见山的时候，哇，又感受山的美好，但是呢，我不执着于我一定要是山，它一定要非得是山，或者是我一定要到达山中这个快乐。对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浓缩，最后我还是见山是山，但我不执着于山。就最棒的中道就是这样，我努力的生活，但是我不会去要求我必定如何，就是还是刚刚讲的不执着。那大家如果对于空跟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者是你可以举出什么样的例子，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分享，或者是你在练习执行中道的生活经验的时候呢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也欢迎在下面跟我们说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或许可以刚好帮助到他。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。